它是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它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使得皇军之花从此凋零，它间接导致了二战后的世界形势，它就是8月风暴行动。做视频不易，求观众老爷们点个赞，小编跪谢。1945年，随着德国战败投降，此时的日本已经是孤家寡人了。处于实力低下、士气低迷的日本关东军也基本处在崩溃的边缘。苏联在结束欧洲战事之后，也计划向中国东北出兵，计划消灭盘踞在此的日本关东军。而此时驻守在中国东北方面的日军主力，便是有着皇军之花之称的日本关东军，下辖第1方面军、第3方面军、第4集团军、第34集团军、关东防务军以及一个航空兵集团军，共计20余个师，有10余个旅，约70万人，另有伪满部队共20余万人，主要部署在长春、大连以东和长春、图门以南地区。后来因为战事急迫，日本驻朝鲜的第17方面军也被划入到关东军麾下，其总司令部位于吉林长春。而此时的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就是被称之为日本陆军3巨头之一的山田乙三大将。苏联方面负责本次进攻行动的指挥机构就是在远东地区的远东司令部，最高指挥官是苏联著名的亚历山大·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在战线上，苏军主力分为3个方面：一是满洲东部战线，由远东第1方面军负责，下辖第1红旗集团军、第35集团军、第5集团军、第25集团军、第10机械化军和第9空军集团军；第二是满洲西部战线，由外贝加尔方面军负责，下辖第53集团军、第36集团军、第17集团军、第39集团军、第6坦克集团军、第12空军集团军和蒙古机动骑兵团。第3是满洲北部战线，由远东第2方面军负责，下辖第2红旗集团军、第15集团军、第16集团军、第10空军集团军、第5独立骑兵军。此外还有太平洋舰队阿穆尔河区舰队和北太平洋舰队配合发动进攻，兵力总计174万人。单从兵力上看，苏军的官兵是日军的2倍还多，可以这样说，双方还未开打，苏军就已经赢了一半。1945年8月8号凌晨时分，苏军的进攻行动出其不意地在3条战线同时展开，而此时的日本才完全惊醒。苏军各部队采用前行攻势，迅速包围了日军驻守的满洲地区。随后苏军分别从东面、西面和北面同时进攻日军。苏军的作战行动完全出乎了日军的预料，因为关东军大本营出于对苏军运输线的考虑，认为苏联不会这么快便参与对日作战，最快也应该在10月份才会出兵中国东北。也就是因为日军的错误估计，在苏军进攻的最初18个小时里面，日军指挥官几乎不能做出任何相应的作战指挥，日军上下级之间的通讯也暂时中断，加上苏军空降部队迅速占领了东北各大小机场和城市中心，以及通过空军为超出陆上补给线的部队提供补给等陆空联动，面对苏军几乎完美的联合作战，日军基本上是毫无招架之力。随后苏军便以高度机械化的绝对优势向纵深挺进，不断突破关东军和伪满军的防线。8月15号，在8月行动最后的1周过后，日本天皇裕仁在东京宣读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并在翌日命令日军所有部队停火。伪满洲国皇帝溥仪也于8月17号宣读满洲国皇帝退位诏书，宣布解散满洲国政府，满洲国至此正式灭亡。8月18号，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命令满洲地区及朝鲜北纬38度线以北的日军解除武装，停止战斗。而在日本投降之后，这场8月风暴行动则演变成了美苏两国对日军控制的土地的占领行动。8月19号，溥仪在奉天机场被苏军俘虏。8月20号，苏军解放新京、奉天、哈尔滨和佳木斯等城市。8月22号，苏军解放旅顺、大连。8月25号到9月1号，苏军越过了鸭绿江，进入朝鲜半岛北部，接连解放了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然而因为空中补给线暂时中断，急速行进的苏军只得在越过鸭绿江后不久便停止了前进，而美军则趁着苏军等候补给期间，在9月8号在仁川登陆，占领了朝鲜半岛南部北纬38度线，便成为了美苏双方占领区的分界线。9月2号，日本在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正式签署投降书，至此8月风暴行动乃至整个第2次世界大战以同盟国的胜利宣告结束。
8月风暴行动，苏联参战约150万人，死伤3万余人；日本参战76万人，阵亡8万余人，59万余人被俘。而本次行动从苏日双方战力层面上来分析，第一，以150万对70万，苏军兵力占有绝对优势。第二，日本此时的97式坦克，连苏联已经淘汰的 T-26轻型坦克都不敌，更不用说1000余辆的 T-34坦克了。再加上东北地区广阔的平原地形，非常适合机械化作战，日本的崩溃有多快，就看苏军的坦克马力有多高了。第三，此时的日本就和当初的法国一样，关东军幻想用有东方马奇诺之称的防线阻挡苏军攻势，但是苏联却把德国的战术运用得得心应手，从蒙古大兴安岭出其不意地绕到了防线后边。这样一来，不仅东方马奇诺防线毫无用处，还就此切断了关东军的退路。第四，日本对于苏联的强大，早在诺门罕战役时就已经领教了，更何况此时的双方力量对比根本就不在一个水平上。第五，早在美军空袭日本之后，关东军就知道自己逃不过覆灭的命运，日本士兵也基本没有了战斗下去的欲望。第六，在太平洋战争后期，由于日军的主力已经开始捉襟见肘，关东军的主力部队便不断地被调往太平洋战场。而当时1945年的关东军规模虽然有所扩大，但已经被派往太平洋战场的主力师团已被美军消耗殆尽。这时候补充进来的兵员多是一些临时征召的新兵，或者是日军的二流部队，根本无法与强大的苏军抗衡。从上述原因看，在8月风暴行动中，双方不仅兵力悬殊过大，而且装备和士气的差距也同样极为明显。苏军在决定对关东军作战之后，便迅速从西线抽调了大量兵力和各类物资装备进入到作战位置。而关东军方面，不仅兵力从原来的120万被抽调的仅剩下70万，而被调走的还都是日军的精锐部队。这也就导致了日本关东军兵员素质严重下滑，最终导致了在整个8月风暴行动中，虽然日军面对苏联的进攻根本无力抵抗，但是由于日军组织不起有效的抵抗，日本关东军在此战中被彻底消灭，而且大都是被苏军俘虏。而苏联这一场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奇袭，不仅彻底打消了日本关东军打算顽抗到底的念想，在短短1个月的时间里，日军基本上是一触即溃，还在8月风暴行动的收尾阶段，迫使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宣布了这个伪满政权的覆灭，将封建帝制的最后残余彻底消灭。苏联在这场8月风暴行动中彻底葬送了日本最后一点希望，就连主战派也全部都没了声音，可以说间接终结了日本的最后疯狂。而因为这场战役，日本也加快了投降的日程，所以单是针对中国战场来说，苏联的贡献也不在美国之下。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关注加评论，我们下期再见。